太子爱上了救他的哑女，执意要与我退婚。我好心相劝，哑女是孤，不妨先纳为妾。哑女自觉受辱，羞愤自尽。10年后，太子坐稳皇位的第一件事，废我后位，灭我全族。这是你们倩弱弱的。再次醒来，正值我16岁的生辰宴。上作者问我有何所愿，唯愿太子殿下和柳姑娘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我前敬俯身，陛下，请为2人赐婚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死在一个下雪天，原本能拖到来年开春，可楚恒等不及了，匕首一寸寸地刺破我的胸膛，鲜血流了满榻。他犹不解恨，转动手柄，让冰冷的匕首翻搅我的血肉。我疼得几乎喘不过气，还是不甘心地问：喂，什么啊？我不理解。我和他自幼相识，总角之交，10多年来，我的父兄忠君爱国，对他鼎力相助。在他收拢皇权之前，就已经上交兵权，主动引救。可他依旧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，置我谢氏一族于死地。为什么啊，楚恒？我死死扣着他的手腕。楚恒的面色白过外头苍茫的雪，明明是他痛下杀手，那表情却像是我负了他。这是你们倩弱弱的。他咬牙切齿。弱弱，柳若。记忆太过久远，以至于我花了些力气才想起这个名字，以及名字背后的那张若柳扶风的脸，不由自主就笑出声来。10年啊，原来这10年间，楚恒从来没有忘记他。原来他竟将他的死归咎于我，归咎于整个谢氏。楚恒，你真是个蠢货！最后2个字没出口，楚恒已然拔出匕首，红色的血洋洋洒洒，落了一丝在舌底，腥甜的，像极了那年母亲熬红双眼为我炖的一碗蟹宴。姑娘，可是心口又疼了。如云的大雪消失不见，刺骨的寒凉消失不见。春光正盛，人来熙往。我16岁的生辰宴。是了，大抵是老天开眼，眼一闭又一睁，我竟然没死。不仅没死，还回到了16岁这年。这一年，哥哥打了胜仗，爹爹治理水患立了大功。这一年，我还没嫁给楚恒，可不得心口疼。身后传来讥笑声，昨个太子殿下在勤政殿门口跪了一整夜，要退掉与尚书府的婚事呢。鸿雁转头就要过去，被我拦住。可不只是要退掉与我的婚约。这一年，楚恒剿匪途中遇险，跌落山崖，被一位孤女所救。孤女貌美性柔，为了救她尝遍百草，亏损了身子不说，还被毒哑了黄莺似的嗓子。楚恒大为感动，带回宫中。算上昨日，已经在勤政殿跪了3个日夜，要娶她做太子妃。姑娘，别听外头的闲言碎语，您和太子殿下自小的情分，太子殿下对您……我看着鸿雁，冲他摇头。鸿雁的话戛然而止。我当然知道他要说什么。3日前，我在尚书府醒来，3日时间足够我理清前世今生。姑娘，鸿雁突然亮起眉眼，低声道：太子殿下过来了。我抬头，就见楚恒一身太子常服，在人群的簇拥下朝我走来。身后那些议论声马上消失不见。我和楚恒青梅竹马，还未出生时便定下婚约。从小有谁说我的不是，他第一个替我出头。他犯错挨了罚，我第一个替他求情。在此之前，没有人会怀疑我是楚恒的挚爱，唯一的太子妃人选。但今日，我的16岁生辰，他带了另一个女子来。柳若白瘦纤细，受惊的鸟似的依偎在他身侧。楚恒跪了整晚，丝毫不见疲惫，反倒唇角含笑，亲昵地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。他看向我，表情瞬间变得仓皇又失措，大跨几步上前，对着我就扑通一声跪下。还真与上辈子一模一样，连睫毛上那一滴将坠未坠的泪都一模一样。上辈子我就是被他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迷惑，竟真心实意地为他和楚恒筹谋过。我出身谢氏，未来夫君又是太子，从未奢望过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他的出现让我心中酸涩，却不至于失了大家仪态。楚恒要退婚，我不曾哭闹，只看在多年情分，
由衷地劝了几句。柳姑娘在京城无依无靠，又身有欠缺，虽是为了救你正妻之位，恐怕跪断膝盖，陛下也不会允，反倒为她招来灾祸。殿下不若退而求其次，先纳入东宫，将来……我话说的隐晦，将来如何，不也是殿下说了算？就这么几句话，为他消了灾，却为我惹了一身祸。砰砰砰！上辈子我一见柳若跪下，忙不迭过去扶了起来。这次我只冷眼瞧着，他竟毫不犹豫地朝我磕起头来，一下下地砰砰直响。鸿雁拉了拉我的袖子，今日宾客众多，都在往这边看。我扶开他的手，急什么？若若。楚恒的脸色已经不太好看，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柳若的额头已经磕破，配合着他欲滴的眼泪，我见犹怜。他回头看了看楚恒，又看了看我，咬唇继续磕。我悠哉悠哉地拿起了手中茶盏，突然有些好奇，他到底能装到什么程度？没错，柳若是装的，他的雅是装的，他的楚楚可怜是装的，甚至上一世他的羞愤自尽也是装的。寂静无人的长安街角，我亲耳听到他黄莺似的嗓音，啜泣着求一位蒙面人。师父，我一介孤女，若不用些苦肉计，殿下怎会将我放在心上？师父，求您再给我一副假死药吧。师父，若儿当真心仪太子殿下，我知我的身份，给他做妾都属高攀。可殿下当初许我正妻之位，我须得在此事上做些文章，才能让殿下对我心怀愧疚。师父，您就成全若儿吧，只要假死一回，殿下此生都会记住对我的亏欠。多么会装啊！骗过了楚恒，骗过了我，骗过了上京城里所有达官显贵。我曾问过楚恒，为何独独钟情于柳若？我出生便是太子，所有人都巴结我，捧着我，他们敬我，爱我，无非因着我太子这个身份。哪怕是你，淑音，若我不是太子，你还会爱我吗？这话当时把我问住了。若他不是太子，我与他不会有婚约，更不会一同长大，何来爱不爱？只有若若，他在不知晓我的身份时，就愿意为我付出生命。淑音，如此纯粹的爱，我如何能抗拒？我几乎被他绕进去了。身为世家女，我向来行一而思三，我要顾及父母，顾及家族，我的确不会轻易为一个人付出生命。我们都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，楚恒哪怕是跌落悬崖，仅凭身上的衣裳都能彰显他贵重的身份。无论是公子，是世子，还是太子，柳若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，要攀上他这根高枝。够了！楚恒一声呵斥，四下寂静。柳若浑身一颤，瑟瑟抬头，巧目盼兮地望着我，那意思很明显，他破坏了我的姻缘，让我沦为京城笑柄，很愧疚。我不开口，他是绝不会停的。很好，那就继续啊。我轻扬眉间，脸目喝茶。柳若咬牙，俯身就要再磕。楚恒突然两步上前，啪，一手挥掉了我手中茶盏。谢淑音，你不要太过分。谢淑音，这就是你谢氏嫡长女的气度吗？楚恒横眉冷对，惊得四周的下人跪了一地。他转身拉起柳若，心疼地抚上她的额头。谢淑音，道歉。你现在道歉，孤当什么都未发生过。我差点笑出声来，怪我当年太天真。撞破柳若之后，当夜就写信给楚恒，告知他我的所见所闻，让他留意柳若。第二日，柳若就死了，真死了。坊间传闻他不愿为妾，羞愤自尽。楚恒给我回信，幸得淑音提醒，骗孤者当诛。之后此事皆过。那么多年，我都以为是他将计就计，杀了柳若。毕竟他惯来最恨被人欺骗，直到临死前，原来他说的骗孤者是我。谢淑音，你哑了吗？若若没做错什么，是孤想退婚，你向他赔个礼，他额上的伤，孤不与你计较。我望着楚恒，不由扯了扯唇角，是我眼瞎，竟一直觉得他是睿智精明的。鸿雁，陛下在前听吧。我转头看身边的婢女，鸿雁愣愣的点头。
我提裙前行，楚恒紧随其后。你想去做什么？父皇此次是微服出行，并未召集女眷。我当然知道，我一个臣女的生辰宴，还不至于让帝王纡尊降贵，亲临府上。可陛下为何会在这里？因为我2位哥哥都在边疆，捷报频传。因为我的父亲刚刚治理水患，民间赞誉一片。因为谢氏100年，朝中大半肱骨都出自谢氏门下，而太子殿下却跪了3个日夜，要与我退婚。陛下唯恐寒了父兄的心，一直到内侍通传，楚恒还紧跟在我身后。淑音，你莫要仗着自己的生辰，找父皇讨些不该属于你的东西。姑已经许了若正妻之位，是断不会食言的。你若执意要嫁给姑，便只能是良地。我回头看了楚恒一眼，如他所说，他出生就是太子，他这一辈子太顺遂了，根本没有意识到太子妃那个位置是谁，于他而言意味着什么。大约是我这一眼太过凉薄，楚恒愣了一下。正好皇帝在上座道：淑音啊，着急见朕，可是有何要事？满堂宾客，我跪下，陛下，今日是臣女生辰，可否斗胆向陛下求一愿？太子殿下和柳姑娘患难情深，臣女好生艳羡，唯恐坏了2人白头偕老、永结同心之约。陛下，请废掉臣女与太子殿下的婚书，为他们2人赐婚吧。我虔敬地跪在地上，一世寂静，真落可闻。不到傍晚，上京城里传遍了，东宫和谢氏的婚事恐怕要告吹了。太子殿下求娶救命恩人一事，本就闹得沸沸扬扬。今日向来是世家典范的谢氏嫡长女，居然在自己的生辰宴上，当着百官的面向陛下请辞退婚。据闻太子殿下当时的表情相当精彩，陛下更是直斥逆子，直接砸了他一茶盏。胡闹！我跪在地上，同样没躲过一茶盏。谁准许你如此胆大妄为？我爹的胡子要气得上天了，退婚？哈！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是你一个女子该插手的吗？你竟还敢跑到陛下面前放肆！我脊背挺直，眼都不眨一下。先皇赐的婚，是你说退就能退的。你给我老老实实进宫请罪，说是一时意气，口无遮拦。不去！我断然开口。不去！不去！你想如何？退婚！退婚！退婚！退了婚，你以为这上京城里还有谁敢娶你？我撇撇唇，那倒未必。我爹指着我，我看你是中了邪，甩袖而去。我的确中了邪，若不是前世那些经历，我万万做不来如今这些事。我自幼被规训的循规蹈矩，莫说主动请辞退婚，换作从前，前厅那么多男宾，我根本不会出现在人前。可循规蹈矩并不会有好结果。谢氏100年，知进舍退，朝廷需要时奋勇向前，朝廷安稳时急流勇退。绝对的忠诚换来历任君主绝对的信任。我的父亲，我的兄弟叔伯们一直恪守祖训，所以上辈子楚恒稍有表示，他们毫不犹豫，交权的交权，辞官的辞官，却被楚恒打了个措手不及。事实证明，对蠢货的绝对忠诚叫于忠。姑娘，太子殿下说什么了？鸿雁不识字，一边替我敷着膝盖，一边凑过来，急切地看着我手上的信笺。从前楚恒常常和我书信往来，诉不尽的衷肠，这次只有4个大字，适可而止。我扯扯唇角，付诸灯烛。姑娘！鸿雁急了，姑娘，若是殿下道歉，就服个软。我打断他的话，除了信笺，今日可有我的物件送来？鸿雁一愣，有的。从妆帘里递来一块白玉，眼眸突地一亮。今日姑娘的生辰，这是不是也是太子殿下？我的眼眸亦是一亮，起身拿披风。姑娘，您这几日是怎么了？您这么晚要出门？等等我。鸿雁，你留下。关上房门，转身抬步。这几日的我，当然不再是前几日的我。前几日循规蹈矩的谢淑音早死了，留下的只是离经叛道的谢淑音。眼前的男子清瘦苍白，眼尾一点痣，却又红得妖娆。
与记忆中的模样大为不同。我在打量他，他也在打量我，黑眸浅淡，看似漫不经心。谢姑娘名不虚传，美貌端庄，声似落珠。我朝她笑笑，大殿下名不虚传，松柏之至。她唇角微扬，也极轻地笑了笑。两人说的都是场面话，彼此心知肚明。谢姑娘前日遣人送来的瓜果，她推推眼前的果盆，熟了。我摊开手中的白玉，大殿下的美玉，收到了。我拿了一个盆中瓜果，她伸手拿玉，我收拢掌心。她的手顿住，我望着她笑。他叫楚瑜，陛下的大皇子，楚恒的亲哥哥。我爹说的没错，我和楚恒的婚约，先皇所赐，不是说退就能退。但我又再清楚不过，这个婚非退不可。重生醒来的第一日，我辗转反侧，在记忆中搜寻到这个人，身份高，地位好，最重要的，死得早。严格来说，他才是陛下的嫡长子，太子之位该是他的。我的婚约也该是他的，但他生母体弱，生下他就去世了。他一多病，不足周岁时，国师就断言此子活不过18，因此太子之位注定与他无缘。上辈子他虽活过了18，却也只勉强多活了6年。可他分明是有野心的，他不曾娶妻，无儿无女，过世时府邸里的钱财却超了国库半数。不敢想象他若多活几年，或是身体康健，会是何等光景。谢姑娘这是何意？处于黑沉的眸子望着我。谢氏淑音，最厌蠢货。我挑眉看他，结盟之前让我瞧瞧你的本事。楚瑜笑了，这次是真笑，显得他苍白的脸上有了几分华光。徐徐举杯，饮了一口茶水，思乡瘦瘦，这对从前的谢淑音来说是大逆不道。但我需要一个盟友，而且是一个睿智的盟友。上京城内很平静，流言传了几天，不攻自破。东宫和谢氏的婚事怎么可能告吹呢？谢氏嫡长女，注定要做皇后的。东宫那位不娶，谁敢娶？楚恒很快活，陛下见他就没有好脸色，他干脆带柳若春猎去了。人不在京中，他自然不会发现短短1个月商行之间的频繁交易，或者即便他在京中也不会在意。东宫不缺银子，即便缺，也有谢氏给他填补。他也没发现东宫里悄无声息的人事调动，毕竟只是些丫鬟嬷嬷，无足轻重。就这，我和楚恒之间的书信往来变成了我和楚瑜之间。只是病弱的大皇子话并不多，这封信他没回。没2日，京中突然多了一出戏，贵公子被孤女所救，私定终身。可孤女平民出身，贵公子却是名门望族，断不能接受这样的当家主母。当然，最终2人突破世俗枷锁，相爱相守。戏的结尾，贵公子慷慨陈词，平民又如何？为何平民做不得当家主母？知恩图报，君子所为。若不能为君子，何以为一族之长？戏的剧情太过熟悉，以至于随着这出戏的火爆，民间舆论瞬间发酵。平民为何不能为一国之母？太子若连知恩图报都做不到，何以为一国之君？太子要娶哑女，乃君子之风。太子该娶哑女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太子春猎的林子里突现奇观，数百鸟绕着哑女所在的马匹旋转鸣叫，百鸟朝凤啊！于是太子回京时，百姓夹道欢迎，他搂着身前的哑女，意气风发，倒是挺妙。以民心为由，逼陛下让步。且一旦3鸟，断了楚恒的前路，绝了我爹的后路，还让楚恒与陛下生戏，什么百鸟朝凤，愚弄民心的把戏罢了。陛下不会怀疑到深居简出的楚瑜头上，只会认为这些都是楚恒的手笔。至于楚恒，兴奋之余，恐怕只觉上天助他。如何？不赖。就这，我笑了笑，遣人将那块白玉送了出去。投之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瑶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附加一句，殿下不妨乘胜追击。谢姑娘想好了？自然。
既已结盟，重申后的第一步棋，容不得丝毫犹豫。对于楚恒和柳若的招摇过市，鸿雁骂了整整3日，但不知羞耻，也就是他能骂出的最难听的话了。这一次，京中连流言都没了，人人都笃定谢氏嫡长女和东宫的婚事必然要退，就等着看他笑话吧。我的婚的确退了，但我的笑话倒是没给他们瞧着。据闻那一日，皇宫热闹非凡，楚恒带着民间力挺哑女为妃的几位文人、百鸟朝凤的目击者，还有几位得道高僧，一群人浩浩荡荡跪在勤政殿门口。我爹第一时间得到消息，带着几位叔伯以及几位门生匆匆入宫。谢氏100年从未如此被辱，陛下，既然太子殿下心意已决，成全殿下吧，臣等绝无怨言。浩浩荡荡又跪了一对，就为了一个哑女，竟闹到如此难堪的地步。陛下怒也怒过，恼也恼过，可是已至此，他如何不同意，也别无他法了。只是正如城中传闻，一个与太子殿下定了10几年亲，占据朝廷半壁势力的谢氏嫡长女，这婚退了，谁敢娶？如此毁了谢淑英的一生，陛下以后又有何颜面面对忠臣？谢氏与皇室的100年和谐，会不会就此打破？正在焦灼时，出现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人。其实那日我特地给楚玉递了信笺，穿得好看些。别瞧我爹一本正经，最是以貌取人，所以传闻里那人出现时，眉眼风流，轻易如画，宛若天人游天降。待他跪下时，众人才反应过来，这是深居简出，几乎被人们遗忘的那位病弱的大皇子。而他一开口，更是语出惊人：父皇，儿臣求娶谢氏淑英为妻。一语破局，陛下惊觉自己竟忘了还有个儿子，虽身体差些，可早活过了国师断言的18岁。我爹惊觉几年不见，这位大皇子出落得如此出尘，倒比那中了蛊似的太子看着顺眼多了。一君一臣，眼神交汇间，读懂了彼此。只有太子殿下，据闻当时的表情又很精彩，惊诧的几乎站起来。不待他开口，陛下已经下了谕令，废谢氏淑因与太子婚书，改赐婚于大皇子，另赐太子与哑女柳若，择日完婚。此事告终。拿到圣旨时，我久违地心生愉悦。第一步棋下的这么顺利，是我意料之外的。由此可见，选对盟友很重要。就是前脚领了圣旨，后脚楚恒就来了，终于能娶得佳人，他不去和柳若卿卿我我，来给我找晦气。我勒令太子与狗不得入内，可惜只有我院子里的鸿雁敢对他喊这句话。楚恒在院子外怒气冲天：谢淑音，姑看你是疯了，姑好心好意来提醒你，楚瑜他就是个废人，你若懂好歹，最好想办法把婚给退了，否则将来有你哭的。我心情愉悦，眉毛都懒得为他抬一下，只徐徐打开了手中的信笺。何时下第2步棋？我这盟友果然比外面那只上进多了。我提笔：不急，请你看出好戏。楚恒杀死我之前，其实跟我说了很多话，只是那时太疼了，许多都记不清了。印象最深的有一句：若不是你谢氏，我和若若本可以相守到白头。这辈子没有我，没有谢氏，我倒要看看他和柳若如何相守到白头。厢房内茶香袅袅，南方时疫爆发，太子殿下请缨赈灾本是好事，可带上女眷合适吗？有何不合适的？哑女，太子妃虽还没过门，可百鸟朝凤，天佑之人。听闻她还会医术，能造福百姓也说不定。茶馆里永远不乏议论时事的人。这就是你说的好戏？太子殿下南下赈灾，带上了还未过门的哑女，一时城中议论纷纷。我扬眉饮茶，当然不止。淑音醇厚甚茶，幸而有人眼瞎。楚瑜突然笑道：我抬眸，这人容颜确实不错，尤其笑起来，眼尾那枚小痣别有风情。几个月来，常常一道喝茶，言语之进懂退，相处融洽。视线往下，的确清瘦得很。见我望着他，
楚瑜扫一眼我的茶盏，轻身给我倒茶。一个皇子，经商，身上却带着墨香，今日如此沉默。倒茶时，他瞥我一眼。不是我沉默，我在想楚恒那句楚瑜他就是个废人。喂，我直接抓住他的领巾，能生吗？楚瑜眼皮一颤，徐徐放下手中茶壶，抬眸，眼神静得很，眼尾那点痣却是嫣红的。他捏起我的下巴，试试。我还真想试。楚瑜若不能生，我的整盘棋岂不白下了？但在离经叛道，也不能在茶馆里试呀。1个月后，我请楚瑜看的戏终于登场。太子南下抗议，带着爱得难舍难分的哑女。不成想，哑女染上疫症，久不见好转。太子心急之下，遣人送哑女回京。哑女回京也就罢了，谁都没想到太子居然也回了。太子是被哑女一剂药迷晕带回来的。殿下已有症状，我都快没命了，怎能把殿下留在那里送死？上辈子，柳若泪眼朦胧地在纸上陈情，一个会几个字，但没读过什么书的孤女。众人也只能无言。兵败将领，且要守其而不倒。太子殿下自动请缨去疫区，不仅不知轻重送染疫的哑女回京，居然弃众人于不顾，自己也跑了。更何况太子并未染疫，只是普通风寒。上一次这件事被父亲压下来，同去疫区的官员正好都是父亲的门生，楚恒还未进城，父亲就得了消息，连夜将人拦下，又送了回去，此事才未走漏风声。可这辈子父亲不愿再帮他了。柳若前脚带着楚恒进城，后脚京城就炸开了锅，各种对太子殿下的口诛笔伐弥漫在整个民间。陛下大发雷霆，怒斥太子行为不端，德不配位。其实舆论这东西，花些银子是可以左右的，但这种事情不能用官银。后知后觉的太子殿下这才发现，这大半年他的私产死的死，废的废，司库竟是空的。他也断拉不下脸面找人要银子，只能由着舆论持续发酵，准备下第2步棋喽。我给楚瑜递信，我要戳穿柳若庄雅这件事。楚恒一直坚定地认为柳若对他的爱纯粹而无瑕。上辈子柳若带他回京，事后他只淡淡叹口气，若若也只是太在意我。这辈子无人给他善后，不知他此时还说得出这种话来吗？楚瑜早就安插了一些丫鬟嬷嬷在东宫，略施小计，让一个原就会说话的人开口，不算难事。我本打算在议事上做文章，吓吓他就行，哪知还没开始筹谋，有人自己撞枪口了。据闻那是一个傍晚，太子殿下近日被民众骂，被百官骂，被陛下骂，心中烦闷不堪，已经连着5日没去心爱的若若院中了。东宫辽阔，有一人工湖，有一拱桥。那晚柳若人如其名，若柳扶风地坐在拱桥的石栏上，一边哭一边给太子殿下打手势。是若若不懂事，若若连累了殿下，若若愿意赎罪。殿下，来生若若再报答殿下的一往情深。扑通，跳湖里了。太子殿下情深不寿，当然紧随其后。可也不知是时辰选得晚了些，还是太子殿下向来眼瞎，竟然在水里折腾了半天，没捞到人。做戏要做真，柳若是真不会水，扑腾了几下，竟等不到来救的人。关键时刻，保命的本能占了上风，破声大喊：救命！救命啊！殿下，殿下，若若在这里。据闻太子殿下当时的表情又精彩纷呈了，可惜他精彩纷呈了3次，我一次都没瞧着。这之后，东宫不是怒斥声，就是痛哭声。没几日，又闹去了勤政殿。太子殿下跪地不起，父皇，请您收回成命，儿臣要退婚。我娘从小教我，身为女子，尤其是世家女，情爱害人，爱人只能爱7分，留3分。楚恒身为太子，没人教吗？或许吧，又或者他从小都被宠坏了。皇后虽未续弦，可娇美动人，独得陛下圣宠。陛下前有一位缠绵病榻的嫡长子，后有几位娇滴滴的公主。直到楚恒14岁，
才再得一位小皇子。楚恒生来就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全部的皇家资源，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人、所有事都该围着他打转。他想娶谁就一定要娶到手，他不想娶谁，谁都赖不到他身上。陛下被他气得几乎晕厥，直接提了尚方宝剑，闹得满城风雨。要娶的人是他，婚期就在眼前了，说不娶的还是他。百姓要如何看他？如何看他这个陛下的皇命？当然，砍是没真下手砍，踹了几脚让他滚了。楚恒这么一滚，就滚到了我的院子里。彼时我刚跟楚瑜试完，根本不想动。可院子里没留人，他把门拍得震天响。开门的时候，我终于得见太子殿下脸上的精彩纷呈。要说楚瑜那人，性子里也是有些皇子特有的锋利的。见我要起身，非抵着我的脖子咬了2口。楚恒显然看见了，眸子里又是震惊又是讶异，竟还有几分晦涩，好半天才找到自己的声音。淑音，你们……我拢了拢衣领，偏着脑袋看他。循规蹈矩的活腻了，就想离经叛道。怎么了？楚恒突然就怒了。你还未出阁，你究竟知不知羞？皇帝这话说的不妥。我正要开口，内殿传来朱御史的声音，你与那哑女无媒苟合的事情都做了。我们怎么啦？楚恒没想到人还在我屋子里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我又不像皇帝，今日与这个退婚，明日与那个退婚，我看上的从一而终。楚恒脸上只剩白了。还有，淑音不是你叫的，该喊皇嫂。楚恒的唇抖了抖，没说出话来。我还以为他要喊皇嫂呢。无趣，拢壁关门。淑音，楚恒将门抵住。淑音，柳若他骗了我。淑音，是他从中作梗，我们才会变成如今这样。淑音，你听我说，前几日我做梦，梦见与你成亲的明明是我。夫人。楚瑜直接改了称呼，被子凉了，我体虚冷。太子殿下，要不进去和大殿下一起说？楚恒闭嘴。我关门。楚恒也不知是受了多大的刺激，回去之后竟然生病了。没有勤政殿的热闹，也没东宫的热闹可看了。但府上开始筹备我和楚瑜的大婚，倒也闲不下来。这日我正在盘嫁妆，来了个不速之客。柳若见到我就跪下，哭成了泪人儿。谢姑娘，您去东宫看看殿下吧。我一个侧身，扯过了差点被他抓住的裙裾。谢姑娘，殿下病重了，无论如何都醒不来，梦里一声声地喊着您的名字。您去看看他，说不定他就醒来了。2辈子第2次听到柳若的声音，可真不容易。我居高临下地望着他，并不太想搭理。谢姑娘，您和殿下青梅竹马的情谊，您就去一趟东宫吧。柳若又开始磕头。是民女奢望了，只要谢姑娘点头，民女愿意为妾。谢姑娘，民女求求您了。我刚刚皱眉，身旁一声冷喝：都是怎么管事儿的？哪里的阿猫阿狗都往府里放？嚯！鸿雁骂过太子是狗之后，越来越放得开了。管家，逐客。柳若被赶出府，再没被放进来过。本是件无足轻重的事，可我越品他话里的意思，越觉得不对劲起来。楚恒生病，喊我的名字，他对我可没那么情深意重。再者，他上次说什么梦见我和他成亲，他莫不是……我重活1次都蹊跷，也没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可万一他记起前世了，我的第3步棋要往哪里下？当初我向楚瑜吹嘘，只要他与我结盟，只需3步棋，让他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。上辈子那样惨死，我是绝不可能让楚恒安稳做他的太子，甚至登基的。我让人盯着东宫，楚恒已经醒来，看起来并无异常，东宫也无要事发生。勤政殿门口空了，楚恒没再去要求退婚，转而推迟了他和柳若的婚期，这却让我更加不安。楚恒的性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他推迟婚期会不会是因为他也知道这日子快到头了？我的第3步棋就下在1个月后的某个夜晚。那个夜晚，陛下悄无声息地在秋风中薨逝了。自古帝王薨逝的那一夜是最重要的一夜。
但在楚恒身上是例外，他并没有竞争者。上辈子陛下在睡梦中薨逝，甚至晨起时才被内侍发现。楚恒无惊无险，平静而顺遂地接过了皇位。但这辈子有楚瑜，有我，只要我的第三步棋下得够好、够准，踢楚恒出局并不难。我按计划准备着一切，与父亲促膝长谈，给楚瑜皇宫布防图，给2个哥哥写信。东宫仍旧一切正常，楚恒照常上朝下朝，柳若仍旧哭哭啼啼。很快1个月过去，夜晚降临时，我给楚恒递了信笺。子时护城河见。我和楚恒其实还是有些美好回忆的。柳若出现之前，我的每个生辰，楚恒都陪我去护城河放花灯。幼时不懂腼腆，许愿都会大声说出来。没几日，那些想要的东西就会从东宫送过来。大了不再说了，楚恒也总能从身边人嘴里探听到我的喜好。我到护城河的时候，他已经在了。只一眼，我知道我的猜测没错。初生牛犊的太子殿下和做过10年帝王的人，眼神都不一样。淑音，有些年没来这里了。他望着暗沉的护城河，这个时辰自然没有花灯。我记得那年你从那里滑下去。他指着和下一处礁石，吓得哇哇哭。还是我拉你上来。殿下记性真好。我笑笑，我不记得了。所以你一回来就打算远离我，是吗？不然呢？我睨他一眼，说道，等着再被你杀一次。楚恒的眉尾挑了一下，声音低下来，淑音，是我错怪你了。是陈氏。我追罚陈氏的时候才知道，柳若身边的小丫鬟出自陈氏。知道他假死的计划后，换了他的药，嫁祸给谢氏。我是信你的，所以没有及时救他，可他居然真死了。我并不太想听。当年事有蹊跷，不用想都知道。可知道内情又如何呢？不该做的，他早做过了。就算他因为我劝你纳他为妾而羞愤自尽，又如何？我冷冷望着楚恒，楚恒，是否纳他为妾，决定权在你手上。你见陛下坚决不允，自己动摇了，不是吗？却要因我一句好心的建议，灭我全族。我以为……我不想听。秋风瑟然，楚恒沉眸望着我，突地笑了笑。我知道症结在哪里。他拽着我往前，在一棵大树前停下。他竟把柳若也带来了，捆着他的手脚，封住他的口舌，绑在树干上。柳若已然哭红了双眼，一见我们，呜呜叫着，眼泪又掉下来。骗孤者当诛。几乎是眨眼间，楚恒抽出腰间佩剑，一剑封喉。这就是他口口声声的挚爱。眼前人恐怕不只是10年后的楚恒。当年他杀我，容颜尚且苍白，今日他一剑下去，面不改色。我握紧双拳。解气了吗？柳若的双目犹未合上。我移开视线。淑音，我知错了，那些年我日日后悔，我为你休了。闭嘴！我根本不想多听他说一个字。楚恒的眸子又沉下去，继而笑起来。丑时3刻，你在等这个点是吗？丑时3刻，上辈子太医宣布的，陛下真正薨逝的时辰。淑音，你以为我没有谢氏，你拉上个没用的楚瑜就能赢了？朕就叫你亲眼看看，今夜到底谁赢谁输。楚恒拽我上马，直奔皇城。刚进城门，皇宫方向升起一道光束，东宫所用的信号弹，大约是在告诉他，陛下已薨。马匹挺进宫门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皇宫内的御林军已被楚恒掌握。宫内太监面色仓皇，见到马匹就跪，已经见过争端。陛下寝殿前密密麻麻，全是人。东宫十帅府倾巢而出，羽林军、京畿营、谢家军散乱其中。楚恒一拉缰绳，震天齐喝：殿下！谁赢谁输，一目了然。楚瑜被2个十律府的侍卫架住了脖子，我远道赶来的2个哥哥被束住了双手，同样刀架在脖子上。谢家军悉数半跪在地上，真狼狈。楚恒下马，朝我伸出手，来吧，我的皇后。我只望着他。楚恒将手伸得更近，
表情那样虔诚。淑音，这辈子朕要你做最快活的皇后。我扫了眼满场站的密密麻麻的人，抬头望了眼天上的月亮。再好不过的时辰，我看着楚恒，偏了偏脑袋。赢了吗？楚恒皱了下眉，环视四周，眼里闪过一丝诧异。谢家军的人数太少，发现了？逆子。正在此时，前方一声大喝：“你说谁是朕？”楚恒不可置信地看向披着寝衣出现在寝殿门口的陛下。我的第三步棋其实并没有被楚恒的重声打乱，因为我知道世人总喜欢以己夺人，尤其他如今已经是那么一个残忍嗜杀的暴君。在他眼里，这个夜晚我必然倾谢世之力占领皇宫，改陛下遗嘱，推楚于上位。他不会想到第二种可能，因为他也迫切地等待这个夜晚，等待他重回万人之上的这一天。可我不会让他如愿的。从一开始，我的第三步棋就不是什么宫变。陛下是很好的陛下，勤勉于政，爱民如子，对谢氏更是又敬又重。既然知道他会在这个夜晚无声轰逝，为何不能早做防备？楚恒才重生1个月，可能并不清楚，从大半年前起，陛下的平安脉早中晚各一次，用的汤药也远甚从前。陛下的身体其实比上辈子康健许多。从一开始，我只是想让陛下对楚恒生贤。第一步棋如此，第二步棋也是如此。第三步棋是做出各种假象，让楚恒以为我们要拥楚于发动宫变。一旦他动手，叠加此前陛下对他的种种不满，废太子势在必行。当然，这里要感谢柳若，若不是他，我还不知这世上竟会有假死药这种奇物。我们找到他那位师傅，试验过几次，确定对身体无碍，且能根据剂量来控制假死时长。所以在原本的计划里，陛下今晚也是要假死一次的。楚恒重生，我唯一多做的一件事，便是约他去护城河。他若在宫内，恐怕一早就看出谢家军的数量不对。夺宫，那些数量哪够？这夜的宫变，当然也有陛下的配合。陛下信任父亲，父亲说楚恒恐生一心，不妨一试，他也便不妨一试。只是他不知那药会让他假死，不知这都是我们离经叛道的局。再见楚恒是3个月后，天牢里。由秋转冬，天上落雪了，和我死去的那一日极为相似。天牢里冷极了，楚恒消瘦了很多，手脚锁着铁链，穿着单薄的球衣，靠在角落。其实原本不会这么狼狈，可他重生了，笼络御林军和京畿营时手段狠厉。陛下对他失望至极，临终前都不愿看他一眼。是的，尽管用了最好的御医，最好的药，陛下的生命也只延长了3个月。听见人声，楚恒抬头又低下，大约是意识到来的人和平时不一样，再次抬头，眸子里亮起光彩。我进了牢房，他马上站起身，靠近就想拉我的手。我躲开，他的手便僵在空中。淑音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。我没忍住，又笑出了声。淑音，好不容易我们都回来，这是上天给我们重来一次的机会。我倒不这么觉得。我与他保持3尺的距离，让我们都回来，也说不定是因为有些人太冤。楚恒眸光又暗淡下去。楚恒，你可知为何你我10年夫妻，我都不曾有孕？楚恒的眼神落在我小腹，因为从嫁给你的那一日，父亲就给了我避子药。外戚势大，暂不宜有子，待功成身退，再养育子嗣为佳。我的父兄，我的族人对他那样忠诚，但其实我们有过一个孩子的。楚恒瞳孔猛地一缩，你杀死我时，我腹中已有3个月身孕，你为何不告诉你是吗？我走近他，抬眸看着他，我为什么要给你这样的人生孩子？楚恒的面色一寸寸的灰败，罕见的露出痛苦的表情。楚恒，我还真担心你没回来，我怕你觉得自己死得冤。我抽出手中匕首，利落地插入他胸口。楚恒震惊地看着我，面上的痛苦蔓延到眼底。我安静地望着他，这是你欠我的。雪下得更大了，铺满了公道。楚瑜在外面等我。陆华，他蹲下身子，
背你。我爬上他的背，其实他真的挺瘦的，前阵子才病过一次。可我的确不太想自己走路，他的背也不太暖，只有颈窝处冒着丝丝热意。但我靠在上面，大抵因为这些日子合作默契，大抵因为他从来不会多问一句为什么，不由自主就掉了几滴眼泪。他突然叹了口气，你也不是没人爱，有没有可能我挣那些银子就为了你当上皇后，能国库充盈，安稳一些？我一下从他背上跳下来，喂，目的达成，跟我打感情牌了？想让我心软退不？楚瑜摸了摸鼻子，被发现了。楚瑜登基那日，将国印一分为二，照约定，江山共理，国事共议。可我似乎看错他了，他对做皇帝并不是热衷的模样。先是谦虚地表示自己经历不济，提拔父亲为摄政王，将大多政事交与他。后来他干脆把那半国印也扔给我。我倒喜欢与他商议事情，和脑子好使的人说话愉快。半年后，我有了身孕，他更少管朝政了，常常我在哪儿，他在哪儿，问他就说岳父大人在，放心。亏我以前还说他上进。孩子出生得很顺利，是个皇子。楚瑜很开心，整日抱着孩子不松手，想直接封为太子。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楚恒，摇头。第二年，我想广大后宫，孩子总不能我一个人生不是？楚瑜居然拒绝了。体虚，他说不是，就他那病中都想要来的劲头，跟我说体虚。他不同意也没关系，反正……结果转头就发现他扔给我那半块国印又被他摸走了。第三年，孩子会走路，会说话了，宫中渐渐多了许多欢声笑语。我开始赶楚瑜去前朝。我爹年纪大了，哪受得住事事由他经手。我要半边国印，其实也不是对朝政多感兴趣，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而已。第4年时，我到底又怀了。时光好像从未变得这样快过。偶尔楚瑜会问我还有几年可活？看吧，这人精明着呢。不问，不代表摸不清我那些异常。他一问，我就答他，就明日了。赶紧的，你不在了，我就拿你的银子养整整1宫的男宠。你知道的，我最是离经叛道。第5年，老二出生了，小公主。楚瑜整张脸都是喜悦，又说不立皇太子，要不立个皇太女。我不想理他。第5年，楚瑜25岁，其实已经比他上辈子多活了1年。我竟没有不悦，毕竟我最早的计划是去富留子。楚瑜这种都不用我亲自动手的，简直再适合不过。第5年，楚瑜带我去看日出，霞光冲破云层那一刻，整个上京城平静安逸。下山时，我默默拉住了他的袖子。10岁静好，不论长短，只争朝夕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